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最近留言区真的是 Poco everywhere 啊！不管我们开箱什么手机，总会有人提到，嘿，帮你，你们可不可以也开一下 Poco 啊？没问题，当然可以。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Poco 最新一代的效能旗舰 Poco F6 Pro。没错，2024的台湾手机市场主打 CP 值效能机的选择真的越来越少，大多机型都往均衡中阶靠拢。现在还有继续耕耘 CP 值效能机种的品牌，就只剩下 Poco 一家。我们也不废话，直接来看重点规格。Poco F6 Pro 在最重要的效能规格上，搭载了高通上一代的旗舰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 2。虽然是2023的效能王者，但是这颗 SoC 即使放到今天，凭借着优秀的能耗表现，依旧是大幅超越同价位的中阶处理器，并且周边规格也没再神。F6 Pro 最高搭配 16GB LPDDR5X 的 RAM 以及超大容量的 1TB 储存空间，并且作为 Poco 自家旗舰定位的机种 ，Poco F6 Pro 也不只是效能强，这次也用上了 2K QHD Plus 的 AMOLED 屏幕。重点，实测亮度非常猛啊，峰值可以达到3900，将近4000尼特。主镜头更用上了 OV 提供的光影猎人800，5000毫安时的电池，120瓦的快充，真的就是一台堆好堆满的超值效能机。不过说了这么多，究竟 Poco F6 Pro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是不是可以继续称霸超值效能之选？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今年的 Poco F6 系列总共有 F6 以及 F6 Pro 两个版本，目前我们首播拿到的是这个 F6 Pro 的版本。今年的 Poco F6 Pro 在主要的 ID 上延续了方形镜头框的设计，我们手上的白色版本就是真的从头白到尾，整体的一体性很好。虽然4镜头非常抢眼，但是玩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习惯了。同时，这次在外观用料上也还不错，包括侧面采用了金属中框，背面采用了雾面磨砂处理的玻璃背板，摸起来细腻滑顺。重点是这块玻璃背板也做了4等深的微曲处理，也就是上下所有的玻璃边缘都做了热弯曲面，在手感上也会更加贴合好握。萤幕正面也没有塑胶框架，上手的质感非常不错。不过在裸机时，这个雾面背板会有些略滑，还是装个壳会比较安心。实测重量209克，重量控制也在主流水准。而在机身配置上 ，Poco F6 Pro 的按键集中在右侧，顶部同样搭载了红外线模组，可以直接用手机开冷气、开电视。SIM 卡槽在机身底部采用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没有 microSD 卡槽，这次也没有 3.5mm 接孔。而在盒装配件上也是该有的都有。Poco F6 Pro 出厂时也已经贴好了基本的塑胶保护贴，还有一个深灰色的保护套，还随附了最高支援120瓦快充的充电组。最后 F6 Pro 同样采用线性马达，震动回馈依旧清脆利落，不过感觉预测的打字震动稍微略小。整体来看，外观质感不错，中阶以上的水准。硬要说的话，只有一点稍微可惜，就是这代的 F6 Pro 依旧没有防水防尘的设计，期待之后有机会加上啦。接着我们来看到影音娱乐，这次的 Poco F6 Pro 搭载了一块6.67寸20:9的 2K 120Hz 至中挖孔平面萤幕，这个价位用上 2K 也算是诚意十足了。同时，这块萤幕的边框也够窄，正面看上去非常舒服。相容性上 ，Poco F6 Pro 同样支援 HDR10 Plus 以及 Dolby Vision 的 HDR 影像串流。经过我们实测，在 Netflix 当中的确可以点灯杜比世界。不过这块萤幕不支援 LTPO， 所以在系统界面当中就是单纯的60和120两档调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官方宣称这块萤幕最高可以达到4000尼特的峰值亮度，还有38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以及失手操控，这些我们就来一一实测。经过帮你实测 ，Poco F6 Pro 在强光下的全萤幕亮度可以达到最高1300尼特的亮度表现。而在峰值亮度上，为了触发官方宣称的4000尼特峰值亮度，我们也请出我们高功率的 Spotlight。这时候在强光4%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上，的确可以达到3979，将近4000尼特，并且这块萤幕的亮度表现是真的猛。在相同条件下，即使到50%的显示面积，这块萤幕依旧可以达到3200尼特以上的表现，真的猛。不过 F6 Pro 这块萤幕跟小米14系列上的萤幕状况是相同的，当系统飙到3000尼特以上的超高亮度的时候，白色画面会出现略微偏黄的状况，应该是为了撑到4000尼特所带来的问题。不过即使在50%的显示面积下，还可以飙到3000尼特，这点倒是真的蛮强的。而在大家关心的 PWM 上，
经过我们实测 ，Poco F6 Pro 在80尼特以下都可以稳定测到1920赫兹的高频 PWM， 不过这还没有达到官方标示的3840赫兹。后来看了一下官方的文件，原来3840赫兹会是在小于24尼特时才会触发，所以当我们把亮度达到大约15尼特的位置，这时候仪器就可以测到3840赫兹左右的高频 PWM， 测试成功。而在色域色准上，我们全部模式都测了，这边就只讲重点。经过我们实测，就看面板的原生色域表现可以达到100%的 sRGB、97%的 Adobe RGB 以及98.5%的 DCI-P3。色准部分 ，Poco 在系统内提供了6档的显示风格，不过经过我们实测 ，F6 Pro 的所有档位都是偏向讨好眼球取向的风格 ，CCT 也都落在7400K 左右，即使是在进阶模式当中，也不是遵循 D65，CCT 丢台1也都来到8以上，明显是更加讨好眼球的冷白风格。外面这3档由上往下，显色也会越来越浓郁。唯一只有进阶模式当中的自然模式，大约落在6800K， 不过也不是 D65，CCT 丢台1大约是6.52。顺带一提，如果你把外面3个档位的色温调整成暖色，也大约会是6800K 哦。而在显色色准上，我们点进进阶模式，深蓝色 sRGB 模式之下，实测可以达到 98.9% 的 sRGB 色域覆盖 ，CCT 落在7400K 讨好眼球，所以色彩丢台1上也会有影响。平均丢台1只有 2.94， 这个数值我们会希望是小于2的表现，最大丢台1则是 9.68。而在 P3 模式下，实测可以达到 98.4% 的 P3 色域覆盖 ，CCT 同样是7400K， 在色彩平均丢台1上达到 2.93， 最大丢台1 8.82。整体来说，目前测下来 ，F6 Pro 并没有给出特别准的模式，平均丢台1大约落在3上下，就是日常游戏够用的程度。优秀色准，我们会希望达到丢台1小于2的表现。最后失手操控，我们就在荧幕上弄点水珠，然后开始滑。的确可以哦。感觉简单的点击也都是 OK 的，打个电话键盘也没问题。最后在音效上 ，Poco F6 Pro 提供双喇叭配置，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不过底部喇叭的声音也比较大，很准啊。如果把声音开到最高，会有一些靠右。以下也提供外放实测让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Poco 的重点效能测试。我们手上的 Poco F6 Pro 搭载的是高通去年评价非常好的旗舰处理器 Snapdragon 8 Gen 2，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搭配 LPDDR4X 16GB 的 RAM 以及 UFS 4.0 1TB 的储存空间。我相信 8 Gen 2的表现大家都很熟悉了，这边就不特别展开解析，游戏实战才是更重要的指标啊。所有跑分结果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代的 Poco F6 Pro 在散热上采用了官方叫做环形冷泵设计的大面积 VC 均温板。简单来说，就是 Poco 最佳化了 VC 均温板的通道设计，让 VC 里面的液体从液体到气态的循环更加流畅，加速 VC 的均温表现。实际效果如何？我们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邦尼团队今年要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我们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是 PUBGM。目前在流畅画质超极限帧率模式下 ，Poco F6 Pro 已经可以成功启用120 FPS 的模式。经过我们实测，在25分钟左右的游玩下 ，F6 Pro 的平均帧数可以达到112帧，大约从17分钟开始平稳的下降到90帧左右，平均功耗4.9瓦。看来120帧的 PUBG 终于是给 8 Gen 2一点压力啊！不过最低稳在90帧以上的表现，实际游玩还是非常流畅的。接着我们来测负载更壮的原神须弥 F6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54.3帧，平均功耗5.72瓦，大约在17分36秒之前都可以稳在平均60帧，之后就会降到45帧左右浮动。以 8 Gen 2来说，算是中上的效能释放，不过在温度控制上表现不错，正反两面都只有40度上下。我们再来测负载最重的崩坏星穹铁道。Poco F6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游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落在48.6帧，平均功耗6.58瓦。
看来目前最高画质的崩铁还是要 HN3 比较 hold 得住，大约在11分钟之后就开始有帧数大幅跳动的状况，然后这时候的温度也比较明显的升高，正反两面都达到43到44度左右。一般长时间游玩会建议稍微调低特效。而在续航力部分，在 2K 120Hz 之下，则是来到9小时46分，这个表现就在一天一充的边缘了。建议在外使用时以 Full HD 120Hz 为主会比较安心。不过如果随时有电的朋友，你要开 2K 也没问题，毕竟 Poco F6 Pro 同样支援 120Hz 的高瓦数快充，经过我们实测，10分钟就可以充满46%，完整充满也只要28分钟。使用安全辨识上 ，Poco F6 Pro 采用位置靠下的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模组，速度表现也算不错，同样也支援脸部辨识。而在系统体验上，简单聊一下，作为小米旗下的子品牌亲儿子 ，Poco F6 Pro 出厂时就已经预载了小米 HyperOS， 所以在系统体验上就与小米系列基本一致。该有的设定选项、游戏加速、小米的多开支援、Always On Display 等等。不过有一点要稍微留意，就是 Poco 先前在国际发表会现场有展示的一系列 AI 功能，包括 AI 人像，也就是你可以在相簿当中建模，之后你就可以透过生成式的 AI 让你出现在任何的地点，又或是 AI 魔术橡皮擦、AI 图片编辑等等，目前都还在 beta 阶段，并没有直接预载在系统里面，所以就要看后续台湾什么时候会 OTA 了。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看相机。Poco F6 Pro 拥有3镜头的设计，包括 f1.6 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祖传800万的超广角，以及200万画素的战略微距镜头。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主镜头有点惊喜到我，采用的是1.55/1寸由 OV 供应的光影猎人800感光元件，并且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的设计。甚至我这边也拿了 Pixel 8a 和 iPhone 15 Pro Max 来对比主镜头的拍照 ，Poco 都在水准之上。这边直接放大量的样张让大家参考。除此之外 ，F6 Pro 的人像表现也很不错。以下提供人像样张让大家参考。特别感谢 Lisa 有心客串人像拍摄。这边也再提供夜拍样张让大家参考。而在超广角上也来解锁样张，比预期中的好，但还是算正常表现，毕竟也就是祖传800万超广角嘛。而在录影上 ，Poco F6 Pro 最高可以支援8K 24以及4K 60的录影模式。这边也提供一小段的样片让大家参考。
我觉得今年的 F6 Pro 会是第一台我觉得 Poco 的相机表现有达到中阶水准以上表现的一台手机，尤其如果跟 F5 Pro 相比的话，那 F6 Pro 的提升真的明显。所以说回来，现在 Poco 不只是堆效能，相机的表现也上来了，这点是真的要给个鼓励啊。摊开主要规格来看，我这边就列重点差异为主，比较好的地方我也用青蓝色标起来了。相信大家的第一个疑问一定就是处理器。F6 这边采用的是今年最新的高通 8S Gen 3处理器，而 F6 Pro 这边反而用的是去年的旗舰 H2 处理器。那这两颗 SoC 到底谁比较好呢？我就用一句话简单来说，用绝对效能来看，8 Gen 2和 8S Gen 3的 CPU 效能其实差不多，主要差在 GPU 部分。8 Gen 2在 3D Mark Wildlife Stream 当中大约强了15%到20%左右，所以会是8 Gen 2比 8S Gen 3更好。AI 效能上 8S Gen 3有所提升，不过因为 Poco 主要的发力点还是在游戏上，所以整体来看 F6 Pro 采用的8 Gen 2的确更优于 8S Gen 3。规格表继续往下看的话，国际版 F6 有2种规格， F6 Pro 有3种规格。不过依照过往的经验，台湾 Poco 通常会上顶规选择啦，但这就要等后续台湾官方公布了。两台的电量相同，不过 F6 Pro 的充电瓦数更高，来到120瓦。萤幕尺寸相同，都是 6.67 寸，但是 F6 Pro 用的是 2K 解析度的 120Hz 高更新率萤幕。拍照部分，两台都是5000万，也都有 OIS， 但是 F6 用的是 1.95 寸的 IMX882， 而 F6 Pro 采用的是光影猎人800的主镜头，底更大，来到 1.55寸。价格部分，若都以最高规格的版本来看，早鸟价会降到$50的折扣，大约会是 F6 的12200元，对上 F6 Pro 的18600元。不过目前台版售价尚未公布，但是通常来说会再比国际版便宜一点点，所以整体来看 F6 和 F6 Pro 说6000块左右的差异是真的都有反映在规格上。你可以买到包括更好的处理器、更大的 RAM、更大的储存空间、更快的快充、更好的萤幕以及更好的主镜头。但如果是追求够用就好的朋友，其实今年10000元左右的 F6 我觉得很香啊。处理器直接上到了 Snapdragon 8系列，并且 AI 性能和光追也都没有缺席，相比起去年的 F5 用了7 Plus Gen 2，也明显拉了一整圈。整体来说，有了 H2 的加持，效能真的是 Poco 不太需要担心的一块。基本上抓15000到2万内没有对手。我看了一圈，还有新机在卖的机型，降价旗舰还能打的，也就只有三星的 Galaxy S23或是华硕的 Zenfone 10，在处理器上有可比性。这两台 H2 旗舰 128GB 版本都在16000上下的价位带，顶多，如果把天玑旗舰也加进来的话，那就是还有自家的老大哥 13T Pro， 但是售价也就来到17000到18000上下了。不过这3台都是均衡旗舰取向，所以爱拍照的朋友，这3台可以列入对比。但如果是纯效能、纯游戏取向的话，Poco F6 Pro 在效能、萤幕散热的表现上还是占优。另外 F6 Pro 国际版更有 16G 加 1TB 的版本可以选，有大容量需求的话也是优势之一。那跟一般均衡中阶在效能上就不用比了。所有 H2 顶多跑满60帧的游戏，在中阶处理器上顶多也就是开到中画质，所以基本上没有可比性，就是看你需要的是效能还是拍照，界限非常明确。不过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此时此刻，我们还不知道 Poco F6 系列究竟会引进哪个版本，开价又会是多少。台湾 Poco 预计会在几天后正式公布，所以就等上市之后大家留言再跟我说吧。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不易，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李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